好像还没有做过皮鞋类的分享啊，那就来一期吧。Hello everyone， 这里是 Lars， 好久不见。各位看我的背景应该都知道，我又开学了，所以呢，就是可能打光又会有点奇怪，然后收音的话又会比较嘈杂一点。就希望各位多多见谅。好像自打我21年开始真正更新视频之后呢，我是做过了不少的那个单品的合集啊，像 T 恤合集啊、短裤合集啊、长裤合集啊，还有那个配饰合集啊等等，就唯独没有做过一期关于鞋子的一个合集。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个人其实对于购买鞋子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很感冒，并且呢，我平时买的鞋子也会更偏向于购买那一些比较百搭的一个鞋子，所以导致我一双鞋子呢可以穿很久，大概2个月、3个月才会去购买一双鞋子。但是实在有太多的观众朋友们呢叫我去出一期皮鞋合集了，所以呢我就把我衣柜里面这几双为数不多的百元档皮鞋，就是做成一期合集啊，分享给各位。然后本期视频呢，我还会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手里的这一双黑色的一个劳保鞋，它其实不能算在皮鞋的一个范畴里面，但是呢，我觉得这双鞋子呢十分值得分享给各位，所以呢我就把它给归类到这一期视频里面来。然后本期视频分享的这些皮鞋呢，它们的一个种类也是比较齐全的，有切尔西靴啊，有高帮靴，然后还有一个德比鞋，就应该可以满足大部分观众朋友们的一个需求。然后看过我之前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我在分享单品的时候呢，都会分几个方面去分享这些单品。所以呢，本期视频我会从这些鞋子的一个整体造型、细节，然后还有穿搭示范这3个部分，为各位观众朋友们去分享这几双鞋子。OK，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本期视频的一个主题。哦，对了，标题所说的百元档呢，并不是说这些鞋子它们是100多块的这个价位。我对于百元档的理解呢，就是1000元以下都可以称为百元档。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就不要再说我标题党了，感谢理解。OK， 首先第一双我们要分享的皮鞋呢，就是我手里的这一双高帮切尔西靴啊，它的帮大概是跟我的脸一样长啊。按照我们以往的惯例啊，我们先来给它的一个颜值打个分。各位观众朋友们觉得能给它打多少分呢？它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品牌啊，叫做 Cardboard。品牌历史之类的东西呢，我们就不在这里详细的讲了，因为这一个品牌的历史信息我在网上基本上是找不到的。其实购买这双鞋的原因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个人呢是很喜欢 Raf 还有 Dr. Martens 联名的那一双铁头德比的，但是3-4千块钱的一个售价呢，实在是让我这种穷学生啊，就是遥不可及啊，所以呢，我就一直在寻找那一双鞋的一个平替，但是无刻字版的一个铁头德比呢，又太多人穿了，找来找去，我就找到了这双鞋的一个低帮版本，它真的是有点像巴黎世家还有 Raf 联名的一个结合体啊，但是低帮版本好巧不巧，全网都没货了，所以呢，我只能退而求其次，购买了这一双鞋的这一个高帮版本。我是在别样上面买的，大概是等了1个多月，然后花了接近1000块的一个价格拿到了这双鞋子。这一双鞋的一个整体造型呢，就会有点像 Raf 联名，还有一个 BV 的 Lug 皮靴的一个结合体，低帮也是平替，高帮也是平替，平替之王了，属于是。它的铁头设计，我觉得无论是刻字还是做工啊，都是比较一般的，有点敷衍的感觉。我个人评价就是这一个铁头切的有点随意啊，像是那种机器随便切出来的一个纹路。皮质的话还行啊，穿了几次之后的一个折痕呢，看着还是挺有质感的。做工也还行，虽然固定方式不是缝线，但是也没有溢胶的一个情况发生。哦，对了，这双鞋子它的一个鞋跟这个地方呢，大概是有6厘米高啊，也是属于一双很矮子乐的一个鞋子。不过这双鞋呢，其实它的缺点也不少。首先第一个点呢，就是它穿脱很不方便，因为它的跟实在是太高了，就是你要把脚塞进去的话，还是要费上不小的功夫的。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它的一个脚感很差，这双鞋的脚感是真的硬。如果你个人不介意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在鞋子里面加一双鞋垫，不然这双鞋子它的一个脚感真的跟刑具没有什么区别的。最后一个点呢，就是穿这双鞋子建议是不要蹲下来啊，不然你就会够拔草了吧？上脚效果的话，无论是短裤还是长裤盖鞋面呢，都是很可以的。各有各的风格，就看你喜欢哪一种。然后这双鞋的一个兼容性呢，真的挺高的。
无论你是搭配少年感的风格，还是高级感的风格，都是完美兼容的。这里呢就放几条 look 给各位参考一下。虽然这双鞋子的一个毛病很多，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能接受它这些小毛病的话，其实这双鞋子还是很值得各位观众朋友们购入的，就各位自行斟酌吧。然后我们来分享这第二双鞋子。第二双鞋子呢，也是一个铁头鞋。我真的挺喜欢铁头鞋的，只不过这双鞋它的一个鞋型会比较特殊一点，它是这一种方头德比搭配这一种金属铁头的一个造型。按照惯例，我们先来给这双鞋的整体颜值打个分吧。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能给它打多少分呢？它是来自我之前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过的一个比较暗黑风的一个品牌叫幻象者。我之前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的那一双方头德比是这双鞋的一个初始版本。方头的一个鞋型呢，在一众的国产德比鞋中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但是我始终觉得那一双初始版本上脚的效果呢会比较素一点。好巧不巧，前几天我在刷某宝的时候，发现幻象者他们店呢上新了这一款就是铁头造型的一个方头德比，这一个就有意思多了。所以呢，我当机立断就把它给拿下了。皮质还是经典的一个头层牛皮，是这种摸着很软很细腻的皮质，然后也是有运用水洗复柔的一个工艺这种自然生成的一个褶皱呢，也让整双鞋子看起来更加的有质感。说真的，我每次看到这双鞋的一个鞋身呢，就总会想到龟底。幻象者的中底做工呢，不用多说，挺扎实的。鞋底采用的是橡胶复合底，分层的纹路呢也是比较清晰的。然后缝线的固定方式呢，也相比于直接用胶会牢固许多。它中底的一个高度呢，官方给的数据是4.5厘米。如果你嫌不够高的话，可以再加个鞋垫。整双鞋最帅的地方呢，还是要数它的不对称铁头设计上面的幻象者拼音呢，也算是一个小细节。垫度的光泽呢，要比刚刚那双 Cardboard 要好上不少。无论你是穿短裤还是盖鞋面的一个长裤都掩盖不了不对称铁头设计的亮眼。然后因为幻象者这一个品牌的一个调性呢，是有点暗黑先锋那个感觉的，所以呢，我是选择了一套零压的西服来搭配它。内搭的古巴领外露作为点缀，整体以黑色为主营造了一种比较高级飘逸的一个氛围。最后呢，是它的价格，这双鞋的一个价格呢可能会比较高一点，要969元，就看各位观众朋友们自行选择吧。这第三双鞋子呢，想必各位观众朋友们应该在不少地方都看过它。我们依然按照惯例给这双鞋子的一个颜值呢打一个分。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能给这双鞋子呢打多少分呢？它应该算是去年我们国内比较火的一双国产德比鞋了。我呢也是在去年的那个时候呢，花了差不多600块的价格购入了这双鞋子。然后在去年的10月份也是专门出过一期视频讲解了这双鞋子。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去看我这一期视频，里面呢就对这双鞋子进行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描述。这里呢我就简单的讲一下我个人对这双鞋子的一个看法，就不详细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聊它了。如果你问我什么皮鞋上脚之后最舒服我肯定呢会跟你推荐这一双 Kamienga。我去长沙的时候呢，穿着这双鞋子，大概是一天都要走个1-2万步，我都觉得没有那一种很累脚的感觉，不吹不黑我觉得这双鞋子可能比某些运动鞋还要再舒服一点。然后它的皮质的质感呢是十分不错的，用的是进口的小牛皮，还有这一个眼睛的一个金属点缀，也是很不错的一个设计。如果你硬要我说它的缺点的话，我觉得这双鞋子它的一个鞋底呢是真的不耐磨。其实我总共穿它的时间呢并不是很多，但是它的鞋底也是磨损的很厉害的，这一点应该也跟它的鞋底的材质有关系，挺美中不足的。总而言之呢，这双鞋子我是很分享给各位的，500多块的这一个价位呢，应该是找不到什么对手了。接下来呢，我就给各位展示一下我的一个穿搭示范，就希望能给各位观众朋友们提供到关于这双鞋子搭配上的一点小思路。这双鞋子呢，就是我手里的这双高帮靴，它真的被问了很多次，就无论是在某书上面呢，还是在 B 站上面，这双靴子呢，它是来自我们国内的一个快时尚品牌 UR 的。我的一个购入价格很美丽大概只需要170块钱，但是很不幸，这双鞋子呢，它下架了，并且呢，应该是没有重新上架的一个可能性了。不过近期呢 UR 它出了一双这一个鞋子的一个低帮版本虽然现在呢是没货了，但是应该是会重新上线的。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去蹲一蹲这双鞋子的一个低帮版本，它的皮质呢应该是头层牛皮光泽感还有柔软度呢都挺不错的，鞋底很高，大概呢是有6-7厘米。然后呢，它的这个鞋头也是有进行一个加固的处理的，各位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
就是有加了一个金属块在鞋头的这个地方的。就整双鞋子，无论是它的用料还是做工啊，我个人觉得呢，都是远超170块这一个价格的，是真的物超所值。对于这双鞋子而言呢，我个人是比较偏向盖鞋面的穿法的，因为觉得靴子的鞋带呢挺影响美感的，还是盖鞋面当德比鞋穿会好看一点。然后这双鞋子我的上脚频率真的特别高啊，就各位可以去随便翻我之前的任何一期穿搭视频，应该都是可以看到这双鞋子的一个身影的。这里呢就给各位观众朋友们简单的展示我之前拍的几套 look， 就真的是一双十分百搭的皮鞋，无论在什么风格的搭配中呢都能适应。然后呢就挺对不起各位的，因为这双鞋子呢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分享给各位，就等到它现在已经停产了才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以后有好东西啊，我一定第一时间做视频，观众真的都是兄弟来的。然后这一双鞋子呢，就是我手里的这一双黑色的一个劳保鞋。就依然按照惯例，我们先来给这双鞋子的一个颜值打个分。就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能给这双鞋子打多少分呢？这双鞋子呢，它是来自店铺安置上防护的。我真不吹，这双鞋子是真的很火。你在某书上面搜索劳保鞋，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在讲这双鞋子的，并且那些帖子随便都是几百几千赞的，所以这双鞋子真的是实火。那这双鞋子为什么会这么火呢？我觉得呢，应该是有2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双鞋子它足够便宜，只需要38块钱。38块钱你可能连一双袜子都买不了，但是在这里呢，你却可以买到一双还挺好看的一个劳保鞋。然后第2个原因呢，就是这双鞋子它的一个上脚造型啊，真的十分像 Kiko 还有 Camper 的那一双联名。这里呢，我把图片放在旁边，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自行对比一下。我觉得至少呢是有一个7成像的，但是毕竟人家呢也是市场价3、4千块钱的一个联名鞋，所以咱这个30多块钱的鞋子呢，要去碰瓷人家还是不太够格的。它的细节方面还是比较差劲的，溢胶啊或者说是涂层不均匀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呢这双鞋子它的鞋头这个地方应该是有用那种金属在固定在这里的，就是整双鞋子的一个重量呢会比较重，而且还会有一点就是头重脚轻的感觉，并且这双鞋子的一个鞋码呢也是偏大1码到2码的。我这一双购买的是40码的，然后给我这一个42码的人穿，竟然刚刚好。但是结合它38块的一个价格，其实我们要求也不能太高吧？就38块钱，你真的要啥自行车？总体而言呢，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一双既便宜又适合拍照凹造型的一个鞋子，这双鞋子呢我就十分分享给各位，只不过牺牲掉的就是舒适性罢了。然后这双鞋子它的一个搭配难度呢其实很低啊，你就把它当成一双德比鞋进行搭配就行了。盖住鞋面呢，真的就是一双大头皮鞋，兼容性极高。OK， 我们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呢，麻烦一键3连支持一下，或者说点个赞带走。就希望这一个视频呢，能给各位观众朋友们提供到一定的帮助啊。然后我的下一期视频呢，应该会在9月中旬更新。这一个月呢，我应该会更新4个视频。下一个视频呢，是一期购物分享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敬请期待一下。那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见啊，拜拜。